好，今天要来挖的是澳洲金桥。那这一对的幼虫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在墨尔本采集到的，和一般的昆士兰产的这个澳金是不同的亚种，反而和塔斯马尼亚的金桥是关系比较相近的。那我会把学名打在屏幕上面。当初在采集的时候，有在朽木里挖到一只蛰伏当中的母虫，就是现在看的这一只，还有一些幼虫，就是今天会开挖的新成虫。那最后正好是拿回来，然后顺利羽化了一对。而那只母虫现在虽然还活着，但是可能就等不到这只公虫跟它一起配了，因为已经出蛰伏快3个月，然后腿也有断掉一些了。如果有兴趣看详细的采集记录的话，可以去右上角那个链接去查看。然后今天要挖的是这2只，我已经把标签打好了。然后从瓶子外面可以看到，公虫跟母虫，这2只都是红色型的成虫，包括说，刚才看的那一只母虫也是红色型的，但是呢，野外也是会有橘色或者是绿色的成虫的。那现在就把它给挖出来看一下吧。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边勇士，然后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红然后类袋的话，因为说是自己采的幼虫，所以应该是标 WF0了，所以说想要类袋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毕竟基因是比较健康的。要小心一点，因为这只公虫是前几天刚出来，所以说可能比较软，所以小心不要挖伤它。可以看到挖出来了已经。终于出来了。那在幼虫饲育上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留意了，因为也是小型虫嘛，所以说采集回来之后就放到800cc 的罐子里，就没有管它了。感觉在蛰伏期还有
饲养的这个幼虫期上面，跟引进也是差不多了。不过蛰伏期可能会久一点，因为墨尔本当地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那也是希望能够继续的繁殖下去的。可以看到说公虫，是不会有像就是昆士兰的澳金或者是硬金那样比较长的大颚的这一种的话，就算是大公虫也不会有那么长的大颚。然后可以看到，前胸背板的刻点是比较粗的，然后光泽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相比起硬金的话。那接下来可以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两只成虫牙是非常短，可以来量一下体长。不过对于这种小型的色虫的话，体长不是最关键的，因为颜色是比较重要。差不多29，它张牙跟闭牙难量，但差不多是29差不多也是一个中型个体吧。野外记录可以到37左右，但是好像这一批的话，就是我在同一个木头里采到的都是这种偏向于暖色系的成虫包括说刚才那一只母虫。都是红色的，可以看一下，都是红色的。当然说这只母的是非常大了，这个养出来这一只就比较小一圈了。